无奈宇宙大地由你控，漂泊半生，终于找到我最想要的身体了。Super Link， 现在我才是这个身体的新主人。I am the new master of the body。终于上当了，宇宙大帝！你想征服宇宙的欲望，甚至连我的127%都没有，何谈控制我的身体 ？You are not the master of my body, because I am the master of your head. I am Headmaster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大黄蜂 Bubble Bee. Right now, my name is Bubble D, aka 大皇帝。欢迎来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这个飞碟大黄蜂，来自官方的传世联合赛星形态大黄蜂。先来简单聊聊这个形态的大黄蜂啊，想看玩具本体的直接拉进度条就行了，章节我都分好了。飞碟 B 初登场于 G1 的第一集，是变形金刚整个系列第二个登场的角色，第一个出现的是这个赛星千斤顶。剧里面他们拿这个导体，这次也有附属，等后面我们讲配件的时候细聊。这个模具首发是在这个 BB 风鸣线，是风鸣线的第二个新模具啊，分在了围城地出王国3部曲里面。虽然分在这个3部曲，但给的配件又告诉你它是出自 G1 的，那就把它当成正统 G1 B 来看吧。这个模具是大黄蜂首次以飞碟为伪装形态变形的玩具。人形态呢，基于美国知名画家肯 Christensen 这个概念艺术中的大黄蜂。肯的概念艺术早在2019年就影响到了3字母里面的大黄蜂。总之，这个形态能玩具化也是很难得的啊，第一个变飞碟的这个大黄蜂玩具也是挺有意义的。咱们今天这款是一个再版，分在传世联合第5波里面，就是最后一批的传世玩具。前段时间也是变相再版了一波，就是那个 DCS 金图赛星3人套，那个涂装更精致一些。传世联合这支在官方的清仓名单之内，我是88块钱入手的。这里我拿出同样是清仓好物的传世08大黄蜂来简单看一下，这俩都是官方主流D级别的这个100元内动画版大黄蜂。大伙更喜欢这俩哪个造型呢？这个 08B 后面我们也会出视频的。另外目前清仓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地火的 D 级 B， 大概50-60块钱这样子，感兴趣的小伙伴扣1，后续我们还出视频。 OK， 那么废话少说，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吧。身高 10.5 厘米，很适合把玩的大小，拿它跟概念设计图比一下吧，不能说两个不像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但毕竟是概念图，玩具因为成本原因不能做到完全还原。大背包是最大的槽点，概念图是真的很美观，实物这个只能用爱包容的。跟我们的 86B 简单对比一下，飞碟 B 是要比 86B 高一点点的。G1里大黄蜂赛星和地球的人形其实是相差不大的，但玩具的话，飞碟 B 就不是很G1，尤其是大背包和小腿的累赘。但就上半身而言， 86B 又太厚了，还是飞碟 B 的薄胸好看，两者造型见仁见智吧。但如果卸掉大背包和小腿外侧折叠机翼，就能得到一个很G1的 B 了。个人觉得卸掉以后真的很好看，原型是要比 86B 好看的，但这样也牺牲变形了，这样再看就跟概念图很相近了。下面依次看看各部分细节吧。这次的头被吐槽的最多，很憨还有点婴儿肥，这个头给我的感觉就像迪迦里面的枯井队员，越看越像了。
跟86B 比起来呢，86B 更幼态一些，像个小孩；飞碟 B 更像个胖嘟嘟的成年人。躯干造型如此，底下的进气格栅是银色涂装，假车窗也有蓝色涂装，比86B 的黑色车窗好太多了。汽车人标志没有银边，好评。大背包依旧秀不了，希望有生今年能玩到预算充足、还原概念图背包的飞碟 B。手臂造型如此，没有盖板已经是海表的常规操作了。不过小臂内侧居然还有跟概念图几乎一致的机械细节，好吧，知道这是你的概念图了，不说真看不出来。裤衩也有说法，很明显的 Y 型刻线，概念图上就是这样的。86B 也有 Y 字裤衩，不过86B 有错落的刻画，同样的设计放在玩具上有不同的表现方式，挺有意思的。大腿刻线细节也都能在概念图上找到出处，大腿头胶还是比较小的，小腿内侧有头胶，但在这里加刻线细节是什么意思呢？海表还是那句话，小腿太累赘了，成本有限，肯定还有更好的处理方式。侧挂的机翼修到小腿后面也不是不行，脚掌造型如此，配件给到这么一把小黑枪，塑料颜色没什么好说的。还有一个飞行背包，塑料表面处理的不是很好，很粗糙的质感，背面偷大胶加迷之线路细节刻画，5毫米孔洞可以让它安在任意背后游动的玩具上，可惜我们86B 用不了。大黄蜂第一次使用这个飞行背包是在G1的第30集恐龙岛，但这里面是地球形态的 B 用的，玩具则附属给了赛星 B。不过剧中这个背包最后也被恐龙踩扁了。配件还有这5根日光灯管，没啥细节，不能直接给 B 握持，因为它两头就不是5毫米的，只能让 B 这样抱着还原剧中，想几根一起抱上角度有些刁钻，要慢慢摆。同系列的千斤顶人形车型都可以收纳这几根导管，玩具身上有很多5毫米孔洞，屁股上还有3毫米孔洞，方便你上支架，随便怎么 Evolution， 可玩性还是不错的。来看看可动性，头部抬头如此，低头很有限，这次球关非常紧，手臂可动设计挺有亮点的，如果单平台的话只有90度很有限，如果利用肩膀根部的一个旋转结构，就可以巧妙地将台臂变成180度了，而且还很自然，利用一个小错位旋转即可，这个关节运用的着实不错，甩臂360没毛病，曲肘超过90度，观感也 OK， 变形关节造就的蝴蝶肩幅度也可以，大臂平转也不能少，腰部360机操，大腿有平转，前踢90度不到，后踢幅度也差不多，侧踢幅度较一般，大约70-80度，屈膝90度，死亡断脚90度接地，如果拉出变形关节幅度更为夸张，前后也有很大的幅度，基础设计姿势随便摆，种性也是不在话下。这款的可动可圈可点，但有群友反映说白痕问题严重，目前我这只还没有白痕问题。下面来看它的变形吧。我手上这只合缝有一点点问题，应该是模具使用次数多了磨损了，两边不能同时盖上，会留有一个小缝，在变形时后盖板球关容易掉。折叠机翼这一块也相对较松，屁股上的3毫米孔洞方便使用支架，我这里用的是 SHF 通用支架，买国产的就行，2-3块一个，3毫米的都能插，
还挺牢固的，效果也不错。驾驶舱是一整块透明零件后向的漆，低情商色差研究，高情商万代 RG 同款色差分色。飞碟后面有散热口或者说引擎刻画，上半部分流线型还是挺好看的，扁扁的，但到下半部分切割过度就有点潦草了，也是无奈之举吧。枪可以握在收纳的手上，呈现底炮这么一个姿态，也可以插在顶上。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叫《快乐星猫》的，里面这个星猫号跟飞碟 B 还挺神似的，有点意思。飞行背包也可以顶在飞碟头上，但我个人觉得这样太蠢了。这款还有一个玩法，就是把机翼折叠，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收纳进赛星千斤顶内部了。我没入老千就不好演示了。总之我觉得这款还是很有性价比的。博红和马克马赫着手设计，除了头部和小腿后盖板，没有别的球关，不用担心会打快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第一款变飞碟的大黄蜂玩具，挺有意义的啊，也是 G1 正剧里面第一批出现的角色。它这个玩具本身是有小毛病的，比如硬伤这个大背包以及机翼它这边有点松等等，不过这个整体问题不大，这个价位我还是可以包容的。玩起来呢没什么大的毛病，这个百元好物无疑了。OK， 那么这款飞碟 B 是不是你的菜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友好讨论哦。本频道无广无收米，也请各位老爷点点赞、点点关注，有条件的来个3连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咕噜派。